去死吧！随间翻的照片，滑入梦里侧脸，有种顽固的想念，恍惚了流年。准备一场纪念，回到我身边，跳过年代久远，会相见，回到爱的起点，代替不了昨天，更像是一次冒险，期盼着永远。准备一场纪念，回到我身边，试图把爱填满，只剩一句再见。时光就是思绪，沿着光线飘远，带着你的礼物重返回过去。宿命的遇见，时间倒数遇见你，我愿一直在你身边。如果时间能够倒数遇见你，会微笑对你说好久不见了。想问你是否也在心里呼唤，相信爱的信念可以超越一切。邵总监，月龙山庄不比例舍，没有宴会厅，这个会议室已经是月龙最大的场地了。要不你就先将就一晚。没关系啊，心意到了就好。我小时候和骄阳玩过家家的时候，就是这么布置的。那时候骄阳傲娇的很，一点都不配合。哎，林助理，怎么样？告白方式浪漫吗？很用心。赵总监，我要是能像你一样大胆洒脱，喜欢就追，毫无顾忌就好了。喜欢一个人，当然让他知道了。这儿还算是我和骄阳第一个家呢。家？对呀，我俩小的时候在这待过一段时间，和喜欢的人待过的地方，可不就是家吗？这什么呀？林助理，哎，骄阳，小妍，你这闹得很奶叔啊！我怎么闹了？你忘了我这山照是什么地方布置的吗？这个就是昨天刚改的。我觉得这个地方需要修。和苏生生有那么多话题要聊吗？记得记得。我就知道你不会忘记。骄阳，我有一件特别重要的事情要告诉你，这关系到我们的未来。好，你说，咱们还得开会。也不是说大修吧，就是到时候就知道要改。骄阳，我喜欢你。这个蠢女人当我脑子还不存在吗？骄阳，啊，我好，就按你说的办。来，开会开会，林助理，林助理，林助理，整天就是要林助理，烦就是呢。现在的问题无非是酒店的员工不配合工作，这里面一定有原因，所以解决方法非常简单，
找到他们拒绝开发山庄的原因，然后让那些员工站在我们这一边。要是他们对您没有这么大敌意的话，还好解决。可是看现在的情况，我估计他们是怎么都不会说出真相了。10年，去天涯社区试试呢。对，说不定早就有人已经在贴吧发帖表达自己的不满了。如果这些人真的和集团有矛盾的话，我相信一定可以查得到。可就算是我们知道了他们抵触的原因，那怎么才能让他们配合我们呢？逐个击破。林助理很好啊，跟了本总裁这么久，你可算是长进了。那今天我和林助理去搞定刘主厨，苏经理去搞定酒吧的机子。不行，为什么？因我不如我和林助理去找刘主厨，焦总去找机子吧。苏经理说的好呀。林助理觉得如何？我觉得苏经理的提议非常好。那个刘主厨明显不太喜欢焦总，倒是那个吉子小姐，如果看到焦总去酒吧找她，一定会非常开心的。而且刘主厨是画家，苏经理学的是设计，我相信他俩一定有共同语言。你怎么知道他是学设计的？同事告诉我的。谁呀？总之，你去吉子酒吧，我和苏经理去餐厅。不行，你是我的助理，就必须得跟我一组。刘主厨嫌你俗，是不会买你账的。反正我不同意。焦总，作为领导，不是应该把合适的人放在合适的位置上去解决问题吗？对不对？同意。我相信焦总这么顾全大局的人，是不会因为这种小事而失了专业态度的。总之呢，这次行动2个关键点：第一，建立彼此的信任；第二，找准时机，快速解决问题。来吧，加油！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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好吧，加油，加油！今天叫你来，想和你好好聊聊。我是来提醒你，别忘了，这本该就是你的公司。月容山庄是你母亲留给你的遗产，你难道不想拿回这一切吗？李董，您这么做，想得到什么呢？很简单，按我说的做，你会从江阳手里拿回本该属于你的东西。月容山庄就是你复仇的起点。至于我，就是看不惯他们仗势欺人。哎，苏经理，这边。林助理，这是我刚刚特意去采摘的小雏菊，不知道你喜不喜欢？你怎么知道我喜欢小雏菊？啊，挺新鲜的。我是听说刘主厨有作画的习惯，所以特意采摘一些小雏菊给你的画面增添一点颜色。你刚才问林助理喜不喜欢，我以为你是要送给他的呢。以我艺术家的审美啊，
你们俩呀，从气质到外形啊，都非常的般配，不在一起啊，可惜了。啊，刘主厨，人家苏经理可是有女朋友的人。是啊，那个我就是问一下林助理喜不喜欢，如果喜欢的话，我们可以用来布置餐桌。哎呀，这花瓶都插满了，还剩下这么多小雏菊呢，那不如送点给林助理。好啊，就是不知道林助理喜不喜欢小雏菊。为什么突然买手指？你是不是又忘了？第一次约会你送我的就是小雏菊，恋爱1周年纪念日你还送了我那这个小雏菊手链呢？美女，你可真有品味。小雏菊的花语是深藏在心底的爱，看来你男朋友一定很爱你。真的？那当然。林助理，那谢谢了，刘主厨。我就是借花献佛，要谢还得谢苏经理。谢谢你，苏经理。你喜欢就好了。刘主厨啊，没想到你菜做的这么好吃，画画的也这么好。待在这样一个不景气的度假村，可惜了。那又怎样？画画的时候只想画实物，做饭的时候又想当艺术家，到最后没有一个人欣赏我。适合任务都安排完了，剩下的就看你自己了。很长一段时间里，我也不被人欣赏。熬夜做的策划案被别人抢走，加班的是我，升职的却是别人。我也曾经觉得，是不是不管我怎么努力，都找不到自己的路？可是你看啊，最终焦总还是看到了我，给了我机会把我带到月荣。所以只要你不放弃，就一定会被人看到。没想到你的路走得这么艰难啊！难不难的，就看自己能不能坚持得住了。可是咬牙能坚持到最后的，又有几个呢？刘主厨，我听说你给山庄的客人画了很多肖像画，我想你一定是很怀念以前宾客如云的日子吧？这留恋又能怎么样啊？就像画画跟做饭一样，我只能选择一种作为自己的职业。这个世界，鱼和熊掌本来就不能兼得。我要回去休息了。刘主厨，给他点时间吧，我想他会想通的。给他点时间，我再给你时间，等你跟着我一起打败焦阳。等你半天了呢，小老板。你怎么知道我过来？你无故跑到我这儿来，不单单的是想喝2杯酒吧？我可不是什么好对付的人，嘴巴紧得很。不如我们就来玩一个问题1杯酒的小游戏，怎么样？没问题。有蠢的也。啊？周经理为什么对我这么大意见？之前呢来了好几任老板，都是打着开发村子的名号，不是毁了周围的环境，就是要拆山庄，他自然恨你们这些商人喽。那玉荣山庄这2年一直在停业，你们为什么还在这儿待着？因为在别的地方根本就待不下去啊。周经理天生直率，不会巴结领导。刘主厨呢，最讨厌日复一日做那么几道菜。珊珊爱梦游，我呢又离不开酒。我们就算是离开这儿，也找不着地方的。
更何况这里有山有水有自由，还时不时的有性感的小老板来陪自己喝一杯，干嘛要走啊？那你们为什么执意要赶我们走？因为你想开除我呢？哎，那我来问你了，小老板。月容有这么多问题，你为什么非要坚持开发它？因为月容山庄是我想守护的地方。你想守护这里？姬子小姐不知道，我妈妈是一个建筑设计师，这个月容山庄是她倾注了最多心血的作品。小的时候我陪她住在这儿，我是看着月容山庄从她手中的图纸一步一步变成现实，这个承载了我和她美好回忆的地方，我想亲手赋予一个全新的意义。没想到小老板还这么有担当啊！小老板，你的未婚妻还真是让人嫉妒呢。什么未婚妻？看小老板这反应，不会是和林助理假扮的吧？怎么可能呢？我们是真心相爱的。在这个世界上呢，可很少有男人能骗得过我。不如我就来给小老板调一杯酒，测测你有没有在说谎。选一杯。恭喜你啊，小老板！这杯酒叫真命天女，看来小老板的真命天女是真的出现了。不过，通常选这杯酒的都会遇到像恶魔一样的女孩。恶魔2种白橙酒做底，意味着意外的相遇。伏特加则是难以把控的情人，它或许会影响你的人生，而这个影响可好可坏。那他现在在哪儿呢？天机不可泄露，小老板，你靠近一点，你靠近一点嘛。他远在天边，近在眼。江总，江总先生。恶魔走开！恶魔？我是哪里招惹的？不是，我在这儿跟吉子乔聊得好好的，你怎么过来了？哦，我这不是跟刘主厨聊完了，想过来找您商量如何解决被逼婚的事情啊。用不着你管，反正珊珊也不是我的真命天女。真命天女？这都什么跟什么呀？多管闲事儿，用你管吗？不跟你说了，睡觉去。谢小姐晚安。怎么莫名其妙的？喝多了吧？小老板还真是可爱呢，林小姐，我还真是有点羡慕你呢。羡慕？这有什么好羡慕的？我跟你说，你要是有他这样一个难搞又龟毛的上司，你少活10年。林小姐喝这杯酒叫命运之轮，看林小姐神色不郁，看来掌管命运之轮的已经停留在了林小姐不喜欢的地方。非常正确，确实很讨厌。林小姐是个聪明人，既然无力改变，不如享受当下。
妈妈是我的，这些都是我的。我的真命天女是个恶魔，那我也太惨了吧！享受当下。不行，3个月以后我还要回去呢，得抓紧时间完成任务。那个妻子肯定在胡扯，肯定在胡扯。去死吧！焦总，你要是对这个抱枕有意见，我给你扔了。不对，我是总裁啊，我怕他干嘛？把旺财还给我！幼稚！哎呦，你给我等着！气死我了！妻子说的没错，你就是个魔鬼。魔鬼3岁嘛，还扔枕头，真是幼稚。嘿，你还在？他还真是慎重为末了，咱们赶紧走，要不然就……爸，对不起，珊珊还是没有找到你最喜欢的锦兰，完成你的遗愿。锦兰，环境保护村，没错，这不是咱们有一年夏令营去过的南昆山14水生态度假村吗？对，这座酒店被美国国家地理杂志评选为全球生态度假村 TOP 50。今年年初，更由美国景观建筑师设计学会颁发全球景观设计大奖。它坐落于海拔500余米的山谷中，虽然偏僻，限制客流量，但依然声名远扬，供不应求。这说明生态度假村是未来消费的趋势所在。如果我们能将这里改造成生态环境保护村，那么即使宏宇在短期之内无法实现盈利，但从长远角度上来看，无论是未来长期的经济效益，还是帮助宏宇打响国内外市场中的声誉，都大有帮助。如此一来，既不用改变当店的原貌，对董事会也有交代。小杨，你这个提议简直太棒了！我马上去联系相关的部门和协会，只要获得官方的认可和批准，建立保护村的工作就可以筹备起来了。我有一个问题，方案我们有了，但我们凭借什么去申请自然环境保护村的资格呀？早就准备好了，各位自己看吧。珍稀植物，锦兰。锦兰不仅是珍稀植物，而且还是国家一级保护植物，不仅有很强的观赏性，而且还有很高的药用价值。不过这种花很难寻，但是我相信，只要我们齐心协力，一定可以找到它。不可以，小杨，我不同意这次提议。
为什么？因为小军，我是你爸爸生物研究所的同事。很不幸，你爸爸在寻找警察的路上，因为遇到山体滑坡，离世了。不是林淼，你到底反对什么？刚刚焦总也说了，他整理的资料显示，锦兰是一种极其珍贵的野生植物，极难寻找。你怎么能够保证在公司给的有限时间内能够找到呢？焦总，林助理说的也不是没有道理啊。林助理，事在人为，在没找到锦兰之前，你怎么先能灭自己的威风呢？骄阳，我相信你一定能找到的。没有人能够找到锦兰。林淼，你是在看不起我吗？我母亲当初在设计和建设月容山庄之初，就听附近的居民说山上有锦兰。珊珊的照片也恰好证明了这一点。要想保护好月容，锦兰是我们唯一的办法。可这都只是听说啊，没有人见过。总之，我是不会同意把时间和精力耗费在成功率如此之低的一个方案上。我反对这个提议。林淼，作为我的助理，你为什么不能支持我？你不想参与的话没关系，那你就拭目以待。我一定可以把锦兰找到，然后亲自送到你面前，告诉你我的决定是对的。我们走。给，谢谢苏经理。林助理还没休息啊？想自己待会儿。林助理，其实我觉得你说的很对。寻找锦兰，既几率渺茫，又耗费时间。焦总虽然现在还不能理解你的苦心，但我们也不能打无准备的仗。那苏经理的意思是？这2天我对月容山庄进行实地考察之后，做了一份方案。山庄所在的村子交通较闭塞，如果只是在原有的基础上进行修整，意义不大。不如把现在的月容山庄推倒，重新建立豪华娱乐城，打造全新的消费体系，这里或许还有得一救。推倒重建？月容山庄是董事长夫人设计的，对焦总来说有着特殊的意义，我怕他是不会同意的。苏经理，既然你都已经做好了开发方案，刚刚在会上你为什么不直接告诉焦总？林助理到公司这么久，应该知道，这种级别的项目方案，除了需要说服焦总，还需要通过董事会，尤其是董事长点头。以我在公司的职位，恐怕很难通过，更甚者，会让人误以为我别有用心。别有用心？这其中的故事有些复杂，有机会我一定会告诉林助理。不过目前时间紧急，我们首要做的还是帮助焦总完成这次任务。行，苏经理，我会回去好好看看这份方案的。你也早点休息。好。喂，之前的提议还算数吗？不用了，谢谢。我对营销部部门总监这个职位不感兴趣。我只是想提醒您，董事会给的最后期限似乎会宽裕了些。焦总，焦总，快醒醒！焦总，谁呀？不好了，焦总，月容山庄要被变卖了。什么？我绝对不同意把山庄变卖。骄阳，你都到月容好几天了，工作上没有一点进展，
今天早上董事例会，李董就当众质疑了你的办事能力，并且提出来有的公司愿意收购月荣。董事会决议，如果在规定的时间里你不能再提出新的方案来，董事会就接受李董的提议。爸，您明明知道月荣山庄对我的意义，对妈妈的意义，您怎么能同意呢？骄阳，我让你去月荣，是让你去证明自己，不是让你去怀旧它。月荣山庄确实有它特殊的意义，但人要学会往前走。不管是我，还是你妈，都希望你能够尽快的成长起来，早日独当一面。否则你今天守候不了月荣，日后也照样守候不了宏宇。爸，开发山庄的初步方案我已经有了，您再给我3天时间。这次我保证不会让您和妈妈失望。好。别跟上来。林助理，麻烦你跟上去看看吧。你来干什么？再一次宣告我找不到解答是吧？不是说了别乱动我东西吗？是放这儿的，不是放在那儿。笨。我是笨，所以在面对有风险的事情上，我还是选择用笨办法。骄阳，在这么短的时间内找到景岚的希望微乎其微，我们为什么不选择更稳妥的办法呢？什么更稳妥的办法？这就是你说的更好的办法。重建，这是保护月容吗？这是毁了他！骄阳，我知道月容山庄对于你和你母亲来说有着特别的意义，可是在这个问题上，你必须实际一些。山庄概念落后，交通闭塞，周边也没有可以发展的旅游业，即使在原有的基础上进行修整，它意义也并不大。而且董事会也不会通过一个不能盈利的项目。难道你想眼睁睁地看着月容被收购吗？你既然知道月容山庄对我的意义，为什么还要提出重建？林淼，这个方案谁都可以提，但你不行。是骄阳，我懂，所以我才不想你一意孤行。山庄重建就代表你和你母亲的美好回忆消失了吗？它不会的。但是如果你执意寻找景岚，我怕你会付出难以想象的代价，我怕你会后悔。如果真用了这份方案把这里改得面目全非，我才会后悔。你明明知道我必须守护好这儿。
骄阳，你看这个模型，它跟商场里卖的其他模型有什么不同？为什么它碎了、旧了，你都不愿意扔掉它？你不过是习惯了睹物思人而已。那这些物件消失了，就代表我们对故人不思念了吗？为什么我们不在现实中把它重建得更好？这样才是对我们在意的人最好的慰藉。你没有经历过这些，你不知道锦兰对我的意，所以你就无法感同身受。什么都不用说了，谢谢你的重建方案。不过很抱歉，在这一点上，我们没有达成共识。我现在以项目负责人和副总裁的身份通知你，月容山庄的后续工作你不用继续跟进了。稍后我让小谢开车送你回去。我确实没办法。小杨，你知道失去双亲的日子里，我有多渴望拥有一个家吗？孩子，你妈妈癌症晚期，我们已经尽力了。好的，董事长，有您这句话我就安心了。您放心，我一定帮助焦总按时完成度假村任务。再见。刘主厨、周经理，我有事同你们商量。原来是被哥哥捡到了，这是我和爸爸唯一一张照片。那片锦兰，在一座朝阳的山坡上，那是这个世界上最美丽的花。珊珊，你想找到锦兰吗？他不想。过来，珊珊。叔叔，焦总，刚刚董事长打电话，他说他已经同意将月容山庄推倒重建的方案了。林助理，焦总好歹是你的上司，你这架势，你是要造反不成？赵总监，方案已经得到了董事会的认可，而且重建月容山庄才是最好、最快、最高效的选择。我看林助理你是不想吃着锦兰的苦，所以找一个简单的办法应付吧。刘主厨、姬子小姐、周经理，你们在月容山庄这么多年，就这么同意了林淼的方案？我只站跟我品味一致的人。我在度假村小半辈子，从来就没见有人寻得了锦兰。你的方案怕不是在拖延时间诓我们？姬子小姐，你呢？大家站谁我就站谁喽。不过小老板，被自己的真命天女背叛，我还真是心疼你呢。什么真命天女？珊珊，你难道不想找到你爸爸最喜欢的锦兰了吗？焦总，我们月容上下一条心，您就别忽悠珊珊了。我们宏宇集团也上下一条心。你们宏宇只有4个人，而我们月容加上林助理一共有5个人。小老板，不应该是少数服从多数吗？珊珊，锦兰是你和你父亲唯一的牵绊。珊珊，这可能是你唯一的机会。哥哥，你什么你呀？你到我们这边来。珊珊，别听他的，就在厨师这边。珊珊，你已经长大了，可以自己去做出选择。
不要被旁人左右。珊珊，我听周经理说，你父亲曾是个植物学家。对，爸爸是植物学家。小时候他带我去过很多地方，可是我太小了，都记不清楚了。爸爸去世后，我就被周叔叔接到度假村，从来都没有离开过。那你就不想到外面的世界去看看？没关系，珊珊不想带路，那我们就自己去找。我以项目负责人的身份在此向大家保证，我会带领自己的团队在48小时之内找到金兰。小新和小燕跟我走，苏经理擅长文案工作，就留在山庄联系考察团，并整理关于金莲的图文资料。一旦我们找到金兰，立刻联系考察团，对月容进行保护村申请。我们走。林助理，焦总这么坚持，周经理，我记得你说过，出度假山庄的路只有一条吧？肖总，我这边没有济南的资料。小杨，我这也没有。不会真像他们说的那样，这个花就没有人找到过吧？赵总监，既然珊珊有和她父亲的合影为证，那景南还是有迹可循的吧？可是我们这一点线索都没有啊！就算是知道锦兰大概生长的位置也行啊！哎呀，这让我们怎么找嘛？难道要一个一个山头去翻吗？你说什么？啊？我说难道要一个一个山头去翻吗？我说上一句。上一句。就算是知道锦兰生长的大概位置也行。对呀，我查过资料。锦兰只能生长在海拔500米的红掌山地中。小新赶紧查一下，月容附近海拔500米而且有红掌的山都有哪些？哦，这个明白。微风好像还没走远，拍你多余的屋檐，老地方总没变。花瓣加故事那页，瞳孔为谁开写？那一幕幕想挽回的从前。你说拥抱难以忘却，渐渐飘散的夜，却怎回头去见？漫天回音的喜悦，永恒的碎片，像希望会微笑阻止你哭着说再见。就让这相逢的起点，你和我的